传说8个厨子的血可以养出价值连城的太岁。我妈就是养太岁的人，她生了3个哥哥，让他们去城里骗女人回来。哥哥们都很有出息，他们骗回一个又一个女人，将他们勒死在祠堂里，把血液浇灌给太岁。我妈很满意，她不知道死去的8个女人就是回来了。3哥从城里带回了一个女人。饭桌上，我妈握着那女人的手，反复的抚摸。姑娘，你生得真好，这皮肤白得像牛奶一样。明义能娶到你是她的福气，她要是亏待你，你就跟妈讲，看妈怎么揍她。女人幸福的笑，望着3哥，明义待我很好。3哥也笑着回望女人，眼神深情。女人转头看向我，问妹妹一直盯着我看，是不是有话儿对我说？一桌人的目光顿时落在我身上。我妈在笑，但眼神像狼。我缩着脖子摇摇头，内心绝望。我知道这女人儿死了。我有3个哥哥，前前后后一共给我带回来过7位嫂子。如今他们的尸体都埋在后院的祠堂里，祠堂里供着一颗肉灵芝，他们的血肉是这肉灵芝的养料。我刚记事时，这肉灵芝只有拇指大小，如今已有60多斤，白腻如脂肪，质地像煮熟的牛皮筋一样有弹性，表面上布满了血管般红色的凸起。这是我妈养的太岁，传闻太岁长成之后能够活死人肉白骨，让生者不死，让死者复生。而养成这样的太岁，需要以厨子的血浇灌。于是我的3个哥哥从成年开始就去城里物色女人，他们从小就被我妈教怎么哄女人，怎么能让女人死心塌地爱上他们。因此，即便我们村子是处在深山里的穷乡僻壤，还是有女人为了爱情愿意跟他们回家。3个人里面最厉害的是我3哥，他最英俊，脑子也最灵活，做了个假学位证，装成出身贫苦但努力改变命运的名校大学生。之前的7位嫂子，有4位都是他带回来的，个个漂亮又有钱，是对他动了恻隐之心的富家女。她们被勒死在祠堂里后，身上的金饰还被扒下来，卖个好价钱。因此，我妈最喜欢3哥。私下里吃饭的时候，她会说，等着太岁养成了，老3多分些走。大哥和2哥便向3哥投去嫉妒的眼神。太岁的分配是定好的，我妈拿6成，剩下4成哥哥们分。而我是女孩，除了粗活和打骂，什么都没有。村长不知道我妈养太岁的事，只以为我妈是靠3个儿子在城里骗女人来赚钱。他对此没什么意见，只是不解地指我，小草生的也很好看，长大了肯定是个美人，你咋不教她去骗男人？我妈呸的一声吐出瓜子皮，冷笑，骗男人？男人精着呢，女人最傻，这世上愿意为爱情赴汤蹈火的都是女人。我不知道新被3哥带回来的女人是不是傻，但我知道她是个好人。饭后，我妈和3个哥哥去后院做准备了，就剩我和她时，她握着我的手腕，问我胳膊上这么多伤是哪来的。妈和哥哥就在一道帘子隔着的后院，我不敢说是被他们打的，只好说我走路不稳，老是摔跤。女人点点头，说她行李箱里有药膏，我想涂就自己去拿。我忍不住了，抓过她的手，在她手心上写下快跑。女人望着我笑了笑，抬手摸摸我的脑袋，显然当我是小孩子胡闹。后院传来我妈磨刀的声音，她扬声说，小草啊，招待好你嫂子。我冷汗都下来了，也顾不上写字了，附在女人的耳边说，3哥骗你的。他们儿，我话音未落，妈掀开帘子进来了。她手里拿着一把磨得明晃晃的斩骨刀，脸上也是明晃晃的笑容。哟，姑嫂2人说什么悄悄话呢？我的汗从额头上滴落。女人看了我一眼，站起身来，没事，妹妹跟我说她3哥小时候的糗事呢。我妈笑了，这丫头从小就调皮。她又道，妈叫他们把床铺好了，你去看看合不合心意。女人站起身来，我下意识地抓住她的袖子，别去，去了你就会死的。女人垂眸望向我的手，下一秒她掰开了我的手，笑着对我妈说，好。女人去后院了。她刚走，我妈就抄起扫帚，劈头盖脸地冲我打，赔钱货，你要是敢捣乱，看我怎么弄死你。据说我妈当初怀我的时候肚子很尖，所有人都说是个男胎，结果我生下来是个女孩。我妈厌极了女孩，想把我溺死在尿桶里，但村里最有道行的六爷帮我妈算了一卦，说我命数未绝，强杀恐怕不及，我妈这才把我留下来。她叫我干脏活累活，她和3个哥哥谁心情不好了都可以随意打骂我。我已经习惯了身上全是伤，在此之前从来没人问过我疼不疼。3哥带回来的女人是第一个这么问的人。我想救她，但等我好不容易从我妈的毒打中逃出来，奔向后院时，女人已经死了。她的脖子被3哥用绳子紧紧勒住，以免她叫出来。后脑里插着2哥劈进去的柴刀，刀尖从她的额头处冒出来。我手脚冰冷，几乎而昏过去。3个哥哥却已经见惯了这一幕，他们谈笑风生。3哥说，可惜了，这个比其他的都对我好。大哥笑道，他这么爱你，没准甘愿死在你手里。2哥拿起斩骨刀，开始熟练地分解女人的尸体。我缩在墙角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没过多久，妈和3个哥哥已经用斩骨刀将女人处理好了，一大桶血被浇在肉灵芝底下的泥土中，立竿见影的，
那肉灵芝似乎又膨胀了不少，表面上血管似的纹路更红了，红中带黑，分外邪气。我妈满意的笑，很好，再过3日，这太岁就养成了。3个哥哥也笑了起来。在他们不远处，拆碎的女人骨肉和生猪混在一起，散发出令人恶心的血腥味。当晚我发烧了，额头滚烫，神志不清。迷糊间我爬起来找水喝，路过院子时，突然撞到一个人身上，是3哥。他蹲在太岁前，那肉灵芝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，仿佛一个即将临盆的胎儿。也许是我的错觉，我总感觉肉灵芝的表面交替着浮现出一张张女人的脸，而3哥背对着我，望着肉灵芝，发出一阵阵欣喜又诡异的笑声。我害怕了，小声叫3哥。3哥回过头来，我怔住了。他的脸上化着妆，身上穿着那女人的裙子，正试图将自己的脚塞进女人留下的高跟鞋里，塞不进去。他困惑地咦了一声，随即拿起旁边的斩骨刀，砍掉了自己的脚趾，血流如注。但3哥就像是感觉不到疼一样，满足地将高跟鞋穿好。我吓得连连后退。3哥抬起头看着我，轻笑一声。不知怎地，他笑起来时，面孔特别像刚刚死去的第8个女人，又和此前死去的7个女人都有些像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觉得他变成了肉灵芝，亦或是肉灵芝变成了他。3哥一步步朝我走来，高跟鞋踩在地面上，一步一个血脚印。我想喊，可喉咙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。3哥看着我，笑眯眯道：“太岁养成了。”随后，他轻飘飘地掠过我，高跟鞋的声音消失在无边的夜色中。第2天，所有人都知道我家出了大事，3哥不见了，肉灵芝也不见了。2个哥哥气得破口大骂，他们骂我3哥太贪，居然一个人独吞太岁。我妈沉着脸，她说老3是最孝顺的，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说完，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小草，你昨晚有没有看见什么？我苍白着脸，说自己昨夜病了，睡了一宿。我妈摸了摸我的额头，发现我确实在低烧。她又打量了一下我的身形，骨瘦嶙峋的一小个，倒带大米都费劲，不可能把几10斤的肉灵芝挪走。去请六爷来，让他算一卦，看老3去哪了。六爷来了。他一进门就皱眉，问我妈，这院子里怎么这么大的血腥味？我妈给六爷陪笑，昨晚老3从城里回来，杀了头猪给他接风。六爷问，老3是一个人回的吗？我妈沉默了很短的一瞬，随即道，是啊，就他自己。杀女人养太岁的事过于伤天害理，他怕对六爷说了，六爷就不肯帮他了。六爷点点头，没再问，随即算了一卦。我妈期待地问，六爷，老3去哪了？六爷闭着眼睛，看不出神情。良久，他睁开眼睛，道，七姑，你家老3今晚一定会回来。我妈欢天喜地，拍着大哥和二哥，我就说，老3他是最孝顺的。我妈叫我送六爷走。出了院子，六爷突然一把拎起我，大步流星地来到了僻静处。他蹲下，直视我的眼睛，小草，六爷也算救过你的命，所以你跟六爷说实话，你3哥昨晚不是自己一个人回家的，分明还有一个人。你告诉六爷，那人是谁？六爷的确救过我的命，当初若不是他劝我妈留下我，我早就被溺死在尿桶里了。这些年他瞧着我可怜，每次见我都会给我些吃的。六爷还说，我妈重男轻女，实在是冥顽不灵，若我是他的女儿，他绝不会这样亏待我。想到六爷对我的好，我抽泣起来。说实话，3哥昨晚从城里带回了一位新3嫂。六爷的脸色难看起来，那女人死了，是不是？我知道瞒不过六爷，流着泪点点头。六爷站起身来，不住地叹气，怪不得卦象显示你3哥今晚一定会回来，但又有哪里不对劲？现在我可算明白了，会回来的根本不是你3哥。我脑海里回想起昨夜3哥穿着高跟鞋冲我轻笑的样子，脊梁骨一阵阵发寒，哭得更凶了。六爷怜悯地瞧着我，小草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但作孽的是你的血肉至亲，所以你肯定也会被牵连。六爷想救你一命，这样，你带上这个桃木牌，晚上躺在床上，第一声鸡叫前，无论如何不要睁眼。如果感受到有什么东西在靠近你，就拿这个桃木牌朝它丢过去，明白了吗？当晚，我妈带着全家人等3哥，但时间越来越晚，阴冷的风穿堂吹过，我们逐渐困得东倒西歪。大哥和二哥体贴地说，妈，我来给老3留门，你和小草先去睡吧。我妈想亲自等3哥回来，但她实在困得睁不开眼，就答应了。我往后院走，想了想，还是折了回来。我想跟大哥和二哥说，不儿给3哥开门。然而我刚走到前厅，就听到大哥和二哥在合计，猛汉药管用吧？放心，妈和小草睡到天亮没问题。我猛地一惊，原来大哥和二哥在晚饭里下药了。但我发着烧胃难受，吃完后去屋外吐了一场，所以此刻还是清醒的。大哥和二哥干什么？等下老3回来，你直接拿柴刀砍他的后脑，注意别把太岁砍坏了。村口我叫了车，咱带着太岁直接走。妈肯定是疯了，不过她也活该，死老太婆偏心成那个样子。如果老3活着，咱俩永远得被老3压一头。我越听越心惊，大哥和二哥杀了3哥。突然，二哥轻声道：“后院是什么声音？”
我一惊，转身想跑，然而下一秒我就被二哥从后面揪住了领子。大哥，你守在前厅等老三，我先把这死丫头处理了。二哥带我来到后院，他的大手死死地扼住我的喉咙，手指不断地收紧。我拼命地踢蹬，然而越来越窒息，手脚也无力地耷拉下来。突然，背后房间里传来一声响动，月光下，窗边映出一个人影。二哥不耐烦地转头望去，大哥，不是让你守在前厅吗？我说不出话，只能无力地大睁着眼睛。目光越过二哥的肩头，我看到的是三哥腐烂的脸。突然开始下雨了，天边一道雷声轰过，二哥的手松开，我被灌到了地上，喉咙传来剧痛，眼前一片漆黑，我什么都顾不上了，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跑。手脚并用地爬到了离我最近的柴房，我堵住门，躺到柴垛上，浑身都在发抖。外面好安静，只有淅沥沥的雨打在窗沿上。大哥和二哥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三哥也没有，似乎这只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夜。但下一秒，高跟鞋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，哒哒哒，我的心一下子绷紧了。高跟鞋一步一步地离柴房越来越近。妹妹，是你吗？我听到三哥问。我捏着六爷给我的桃木牌，大气也不敢出。三哥从来没管我叫过妹妹，他叫我小草，叫我死丫头，叫我赔钱货。会叫我妹妹的是昨晚他带回来的女人，就如同六爷算的那一卦一样，三哥回来了，但回来的并不是三哥。我捏着桃木牌，准备着，只要听到门响，就立刻把木牌丢过去。然而1分钟过去了，2分钟过去了，那高跟鞋始终在外面来来回回的走，但没有离这柴房更近。三哥在打圈子，他找不到路。我在心里估算着时间，再过不了多久，公鸡就该打鸣了。阴魂是不能见日光的，如果三哥一直找不到我，他应该会离开。果然，片刻后，高跟鞋的声音渐行渐远，三哥放弃了。我长长的呼出一口气，内心被劫后余生的喜悦充斥。突然，我感到我呼出的那口气又回到了我的脸上，不是我的气，而是近在咫尺的地方，有人在呼吸，他的气息喷在了我的脸上。黑暗里，我听到一声轻笑，嘻嘻，找到你了。浑身的血直冲头顶，我立刻把桃木牌扔向前方，但下一瞬，我的心就凉了。刚刚二哥想掐死我时，我拼命挣扎，这木牌被弄出了一大道裂缝。此刻我将它丢出，木牌从中间断开了，只有半个被丢了出去，另外半个留在了我的手中。我昏了过去。清晨，我被我妈的大骂声吵醒，她被我大哥和二哥下了药，一觉睡到天亮才醒。醒来发现她的3个儿子全都不见了。我妈发现了角落里蜷缩着的我，立刻抓起我，问我昨夜有没有看见什么。我拼命摇头，但是我妈不信，立刻拿起扫帚死命抽我。我被打得受不住，哭着支吾道：大哥和二哥可能是跟三哥一起走了。我妈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她生了3个儿子，被全村人羡慕，到头来一个都靠不住。我怕我妈醒过神来又儿打我，赶紧溜出了院子。我一路来到了六爷家，六爷问我昨夜发生了什么，我如实的告诉了他。得知桃木牌碎成2半后，六爷的脸色变得十分凝重。他找来一面镜子，往上撒了些香灰，随即又抖调：小草，你来照照镜子。我凑过去，发现镜中的我面色灰白，眼里密密麻麻都是血丝。细看的话，那血丝竟然红里透黑，像是有无数小小的虫子在血管里游动。我顿时吓傻了。小草，你这是被煞缠住了。这是我为你特制的木牌，背面写着你的生辰，你朝脏东西丢过去，它便无法伤你。但你只丢出去了一半，因此没能完全阻止它，它现在有一半的魂在你身上。我呆站在原地，颤抖不止。二爷帮我用胶粘好桃木牌，带回到我的脖子。今夜你3哥还会回来，这一次你一定要把完整的木牌朝他丢过去，否则你活不到公鸡叫的时候。我浑身发冷，连腿肚子都在哆嗦。六爷叹口气，找来件衣服帮我披上。你妈也是的，造下这样大的孽，苦果雀儿由你来担。看看你，天气冷了还穿的单衣，这袄子你先拿去吧。那是件很合身的小袄，淡蓝的颜色，边缘处还有浅色的花边。我穿上后，六爷看我的眼神又慈爱了几分。他摸摸我的头，小草，等这件事过去，你就来六爷家当女儿，好不好？我点点头。六爷又叮嘱我儿小心几件事。第一，我现在被煞附了身，算半鬼之躯，不能照镜子，会伤到自己。所以他刚刚让我照镜子时，先在镜子上撒了香灰。第二，如果有来路不明的人找我，无论对方说什么，都不儿相信。我揣着六爷给我的桃木牌，小心翼翼地回到家。本来准备迎接我妈的打骂，却发现她安静地坐在院子里。她对面还有个道士，正在给她算卦。那道士看上去年纪很轻，生着一张令人过目难忘的英俊面孔。我曾以为三哥已经算长得极好，这道士却比三哥还是精致几分。他算了一卦，对我妈说：昨夜您的小儿子带走了其他2个，但今晚他们会一起回来。我妈半信半疑，但也有些高兴。怎么卷走了太岁，逃到一半，又良心发现，知道回来找我这个妈了。道士收起卦，
语焉不详，天机难测，小到能耐有限，也只能算到这一步。我妈恨恨道：今夜回来也好，看我怎么收拾他们。那道士走出来，突然望见了角落里的我，眼睛顿时一亮。他堵住我：小朋友，我有话问你。我低着头想躲开，家里的事我妈做主，你去问她。道士摇头：你妈不肯跟我讲实话，你一看就知道很多，你告诉我，我才有办法救你。我想起六爷对我说的第2条，来路不明的人的话一句也不能信，于是钻了个空就想走。结果也不知怎地，那道士突然一伸手捞走了我脖子上的桃木牌。我一下急了：还我！他却将桃木牌高高举起：你说这是什么？我再还你。他个子高，我够不到，只好咬牙道：桃木牌没见过吗？我们村的人都带它辟邪。我想让道士觉得这是个普通玩意儿，赶紧还我。他却冷冷一笑：桃木牌。他低头看我：小朋友，你如果再不对我说实话，必然活不过今夜。我不再和他争抢，抱住手臂，冷淡道：别一副为我好的样子，如果真想救人，你刚刚对我妈说了实话吗？道士见我平静下来，有好好聊一聊的趋势，于是也缓言道：你妈造的孽太大，必须而还债的，任何强行干涉她因果的人都会被反噬。但你不一样，你还有得救。倒是没想到，我故作平静只是虚晃一招，趁他思考着怎么跟我解释，我立刻狠狠跳起，抢夺桃木牌。那倒是被我撞得一个趔趄，但他的身手比我想象中更好，不但立刻攥紧了木牌，还单手将我摁住。我抬起头，怒瞪他。方才我一直回避道士的目光，此刻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对视，他愣了愣：你被煞气缠住了？我意识到自己的眼睛仍然是那副血丝密布的诡异样子，且被这道士发现了。道士随即深深打量手中的木牌，很快他发现了那道裂痕，碎成2半了。他转头看我：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咬紧嘴唇，侧开头。六爷告诉我的话我牢记在心，决定一个字都不再多对这个道士说。让我猜猜。道士沉声道：有人给了你这块牌子，说如果半夜睡着时感觉有脏东西近身，就顺着方向丢过去。我一愣，他是不是还告诉你，今天你之所以被煞气缠住，就是因为昨夜只丢出了一半，只驱走了一半的鬼？如果今夜想而活命，就必须把完整的丢出去，对不对？我死死咬紧了牙关。那道士大声道：告诉你，你应该庆幸自己只丢出了一半，因为这根本不是桃木牌，而是松木牌。我呆住了。桃木是辟邪的，我知道，松木又是什么？道士似乎看出了我的错愕，他低声道：桃木驱邪，松木招鬼。常言道：宅不栽五阴之木，松木是五阴之首，是栽在坟前和墓地的树。这松木就是人与鬼之间的媒介，你戴了1天后把它丢给鬼，鬼当然能直接上你的身。我克制不住地颤抖起来。原本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决心，无论这道士说什么我都不会信，但此刻却有一种由不得我不信的无力感涌上心头。太阳渐渐地向西沉去，天马上就要黑了。道士看了一眼夕阳，他清楚时间不多了，于是转头匆匆对我道：时间有限，你一定要按我说的做，才能活过今晚。这袋子给你，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，天黑前用正面对着自己，天黑后用正面对着别人。说完这话，那道士便转身离去。他似乎有轻功一般，转眼就消失不见了。只剩下我拿着那个袋子站在原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小心翼翼地去摸袋子里面是什么东西。不摸不而紧，一摸我的心立刻沉了下去。袋子里的东西竟然是一面镜子。太阳已经有2/3沉入了山里，顶多再过10几分钟，天就要黑了。我妈很精神，她嗑着瓜子，用笤帚抽打我，让我把院子好好打扫一番，迎接3个哥哥回来。我低着头扫地，小腿一阵一阵抖。现在我怀里有2样东西：六爷给的木牌，道士给的镜子。如果六爷说的是真的，丢出木牌我会活，照镜子我会死；如果道士说的是真的，照镜子我会死，丢出木牌我会活。我到底该相信谁？小草，不而慌，好好想想。我对自己说，好好想一想发生过的所有事情，你一定能找到对的那条路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天终于黑透了。我妈坐在大门口，不停地向外张望，怎么还没回来？那道士算的到底准不准？她抱怨完，转过身，突然发现远处的院子里依稀站着3个黑影。尽管只有一个轮廓，但毕竟朝夕相处这么多年，仅凭轮廓她就能认出这是自己的3个儿子。我妈高兴地站起身，3个臭小子，可算回来了，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不饿。妈让小草煮了饭，快过来吃。那3个人影果然动了。我左手握着桃木牌，右手拿着镜子，站在我妈的身侧。我妈满面笑容，从她的视野里，正在朝她走来的是她的3个儿子。我却浑身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，因为在我手中的镜子里倒映出了另外一幅画面。我的3个哥哥的确都站在那里，但有8个女人站在他们身后。我大哥后面站着2个，二哥后面站着2个，3哥最多，他的后面站着5个。3哥活着的时候，因为8个女人里面有5个是他带回来的，一直倍感得意。他一定想不到，这也让他最先死。3个哥哥走得很慢，
女人们沉默地跟在后面。走在最前面的是大哥，他越走越近，我妈终于看出了不对。大哥的走路姿势变得很奇怪，走一下就趔趄一下，那姿势似乎在哪见过。下一秒，我妈的脸色变了。我知道，她想起来了，我大哥带回来的那个女人是个跛脚，这是她的走路姿势。此刻那跛脚女人的阴魂就跟在大哥的身后，她走一步，大哥用和她相同的方式走一步。随后出现的是二哥，二哥身后站着2个女人，她们开始交流起来。是这老太婆吧？是她，我记得的。于是二哥也念念有词起来，用2个不同的腔调来回对话，看上去分外瘆人。上一次居然没能找到这个老太婆，没关系，今晚带走她也是一样的。我妈看着二哥，语气颤抖：“老二，你在说什么？”然而他的话没能说完，因为下一瞬，三哥走了过来。他那张英俊的脸已经连五官都看不清了，腐烂成一团，蛆虫从眼眶里钻进钻出，但他还是在我妈面前站好，露出了一个微笑。他身后的5个女人想要说话，却被中间的女人挥手制止了。那是三哥带回来的最后一个女人，其他女人已经被深埋于肉林之底下，只有她的尸骨还和生猪混在一起，在我们院子的角落没来得及被埋葬。可以看出，她是这8个女人中最强大的。此刻她挥挥手制止了其他女人们，接着她冲我妈笑着说：“阿姨，你好。”那是这个女人见我妈的第一句话。此刻这句话带着笑意从三哥露着白骨和牙床的嘴里说出，分外的诡异。我妈站立起来，她终于明白了，你们不是我儿子，我儿子被你们杀了，我的3个儿子全被你们杀了，你们这些天杀的赔钱货。8个女人围住了我妈，她们动作划一的拎起了柴刀，我的3个哥哥便也同时拎起了柴刀。你们儿杀我！我妈哭叫，巨大的惊恐下她已经神志不清，指着我的3个哥哥，你们是我的儿子，你们居然杀我！女人叹息：“阿姨，你杀了8个无辜的女人，不该偿命吗？”我妈的神智恢复了一点，尖利的叫：“这个破世道，女人活着有什么好？早死早超生。”她一转头看到了我，指着我狠狠道：“我就不该把你生下来。女人来这个世上就是受苦的，被爱情这种东西骗的傻女人，吃多少苦都是你们应该的。”她嚷得累了，又捂住脸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我最苦，我是最苦的。从我妈的哭声中，我第一次了解到她的故事。她是从几10公里外的一个山村被卖过来的。卖给一个50多岁的老光棍，结婚1年后生了大哥。老光棍动辄打骂他，他吃不饱穿不暖，每天都要干很重的活。如果他敢反抗一句，老光棍就把他往死里打。后来老光棍的堂弟看不过去了，拦住了他。这个堂弟还会趁着没人的时候过来，偷偷帮我妈干活。我妈很感动，那是她生平第一次体会到被人关心的感觉。于是当那个堂弟撕开她的衣服时，她没有拒绝。很快她又怀孕了，生下了我二哥。我二哥长到3岁时，和那个堂弟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于是就这样，这份感情东窗事发了。在一众亲戚面前，那堂弟端着忠厚老实的脸，说是我妈勾引他的，把错全都推到我妈身上。就这样，堂弟后来去别的村做了倒插门女婿，我妈则被老光棍关进了猪圈。老光棍用铁链拴着她，诚心而折磨死她。但后来，一个支教的大学生救了我妈，之后的一切似乎都幸运了起来。老光棍在一次上山的时候摔死了，他的亲戚也老得老死的死。这个家归了我妈。大学生白天去教书，晚上就来我妈家。他很英俊，有知识，有文化，有风度，对女人很温柔，很温柔。那应该是我妈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间。她生了我3哥，接着怀了我。结果就在我即将临盆时，大学生走了。他对支教学校的校长说，教书救不了这个地方的人，然后就回了大城市，很快娶妻生子。即便这样，我妈这么多年也是爱着他的。她觉得那大学生也是爱她的，只不过他生在这穷乡僻壤里，没有钱，所以他没法跟自己长相厮守，所以他想养太岁，等他有了许多钱，他一定愿意回到他身边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妈那么偏爱3哥，因为3哥最像那个大学生，他象征着我妈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这也是我妈为什么那么憎恶我，因为她觉得是我的到来拆散了这个家，就像当年我外公也是在看到她是个女孩后，跟我外婆提了离婚。我妈的哭诉声渐渐停止了，女人们围在她旁边，举起了柴刀。我听到了尖叫，我听到了哭泣，我听到了哀求，我听到了染血的风呜呜吹过。它已经在这个山村吹了成百上千年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女人们散开了，我妈消失了，原地只有血和骨头，就像那些被她拆碎去浇灌太岁的女人一样。在完成了对我妈的复仇后，那些女人齐刷刷地转过了头，她们一起看向了我，但她们只是沉默地看了我许久，并没有过来。为首的女人看了眼天际，夜色已经在逐渐转淡，于是她转身朝后门走去。其他女人跟着她，她们与我擦肩而过，消失在夜色中。片刻后，远处传来了公鸡的第一声鸣叫。我跌坐在地，发现自己浑身上下都被冷汗浸透了。骤然的放松让我失去了所有力气，我就这样在充满血腥气的泥地上睡了过去。
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，只是依稀感受到黑暗中有个人在摇晃我。醒醒，醒醒！我睁开眼，看到的是六爷的脸，周围还有许多乡亲，他们有的指指点点，有的连声叹气。他们说这一夜我家可能是碰到了外省的抢劫犯，3个男丁全部惨死，老太太尸骨无存，只有一个女娃藏在米缸后面，侥幸活了下来。六爷发现我手中的木牌是完好的，长舒了一口气，他关切地望着我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望着他慈爱的脸，我再也忍不住，哭着叫了一声爸。六爷一怔，随即热泪盈眶地应道：哎。他站起身来，向周围的乡亲说：强盗能不能抓到还是未知数，但活人的日子得继续过。小草年纪还小，得有人照顾，如果大家信得过我，我就收养他。六爷在我们村威望极高，他说完，乡亲们纷纷赞同。六爷是最心善的，小草被六爷收养，我们都放心。刚好六爷有个伴儿了，自从六爷的老婆和闺女过世，六爷就一直孤家寡人的。小草，你以后一定得孝顺你爸。就这样，我被六爷收养了，改口叫他爸。他对我很好，一带我回家就忙里忙外地给我做吃的。坏了吧？喝排骨汤怎么样？你最爱喝排骨汤的。我点点头，但随即又迟疑，排骨好多钱的吧？六爷摇摇头，笑了，没事，你爸很快就是发财了，到时候咱直接离开这里，去城里享福。我也笑了起来，这样啊，爸果然最厉害了。当晚，六爷带着我去后山的坟地，我3个哥哥的尸体就被埋在那里。一边走，我一边和六爷说着话，爸，你不怕昨天夜里那些女人伤到我吗？六爷摇头，笃定道：不会，那尸煞只向活人复仇，不会杀同类的。我点点头，这样啊。到了后山，六爷带着工具开始刨我3个哥哥的坟。很快，3个哥哥惨烈的尸体暴露在了空气里。六爷也不怕，低下头一通翻找。不应该啊，他喃喃，应该就在他们其中一人的身上啊。我看着他忙得满头大汗的样子，缓缓举起了手里的东西。六爷，我轻声道，你是在找这个吗？六爷回过头，他看清了我手里的东西。那是一枚拇指大小的肉灵芝，银白如玉，在月色下泛着幽幽的微光。六爷立刻露出了狂喜的神情，朝我走来。对，就是他。然而走出几步，他突然愣住了。下一秒，他露出了极其恐惧的神情。闺女，你刚叫我什么？我笑了。六爷啊。我看着浑身发抖的六爷，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怎么了？我是小草这件事让六爷很失望吗？六爷盯着我，坟地的鬼火悠悠地照亮了他的面孔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不对劲的？我指了指身上的衣服，从你给我那件小袄开始。其实前一晚在木牌和镜子中纠结时，我的心一直是偏向六爷的。毕竟六爷是看着我长大的人，而道士根本就是个陌生人。何况道士跟我说的是木牌能让鬼附身我，可六爷并没有让那8个女人附身我的理由，道士的逻辑是说不通的。就在我决定相信六爷，丢掉道士给我的镜子时，我的目光落在了这件六爷送我的衣服上。那是一件小女孩的旧衣，洗得很干净，但从款式能看出来是很多年的旧衣服了。无数细节像划过夜空的闪电一般，骤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我突然意识到，道士才是对的。你给我的衣服是件小女孩的旧衣，但是你家只有你自己一个人，所以我猜你曾经有过一个女儿，只是她现在不在了。六爷看着我，他眼里的慈爱已经完全消失了。那慈爱本就不是给我的。于是我回忆了第一夜的情况，那个时候三哥的高跟鞋明明已经远去了，而出现在我面前的鬼魂是没有任何声音的。那么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那一晚其实存在2个煞，一个是由太岁养成的8女成煞，另一个是你女儿来找我的是后者，这就完全解释得通了。那松木牌上刻的是我的生辰，也是你女儿的生辰，我们同月同日生，所以我是她附生的容器。就像你刚刚告诉我的，煞不会找同类的麻烦，所以你知道她附身我后，8女成煞不会害她，她必然能从那一晚活下来。我问了邻居，得知那个道士之前就在这一带四处打听太岁的事，你应该是听了他的话，又看到我家的事，所以联想到太岁在我家吧。于是你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妙，让太岁养成的煞杀光我家所有人，你顺理成章的收养已经被你女儿附身的我，再去拿走太岁，这样人和钱你就都有了。可惜在六爷的棋局中，我这枚最重儿的棋子最后挣脱了他的控制，于是他满盘皆输。我举起手中的太岁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已经生了蛆的尸体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他们围在六爷身边，哈哈地笑着。女人们根本就没走，他们手挽着手站在我3个哥哥的后面，围在六爷身边，不断向他逼近。等他们重新散开时，六爷已经死了，他倒在地上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是被活活吓死的。六爷，告诉你最后一个秘密吧。我轻声道，太岁在第一夜就不是被我3哥拿走的，而是被我。能在这样一个残酷的家活下来，我当然没有表面上那样简单。第一夜，在3哥踩着高跟鞋离开后，我看向祠堂，刚刚膨胀的巨大的太岁已经重新缩成了一截拇指大小的肉灵芝，静静地躺在地面上。
我立刻知道，那8个女人原本都是在太岁身上，但现在她们跟着三哥走了，因此这肉灵芝恢复到了最初的样貌。于是我偷偷将那枚肉灵芝藏到了自己身上。当时我的直觉便告诉我，有一天这东西能让我保命。果然，最终我凭借它召唤了8女，抗衡了力量远在我之上的6爷。如今所有人都死了，8个女人沉默地围着我，但我却一点也不害怕。四野空旷，带着血腥气的风在坟地四周打转，就是吹不出去，连风都逃离不了这山村的命运，又何况我？但我总能做些什么，比如结束一些悲怆的命运。8个女人不断朝我逼近，而我燃起一堆篝火，抱着太岁跳进了火里。火蛇包围了我，我知道自己活不了了，但至少我要抱着太岁一起死。火光之中，也许是错觉，我看到8个女人来到了我的四周，她们手挽着手，一起将我托举了出来。她们将我送出了火堆。意识清醒的最后一刻，我看到火蛇狂舞，将太岁燃烧殆尽，而那8个女人也随着太岁一起消失了。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，醒来时，我在一处山间的小木屋里，门被推开，是那个道士。他换了衣服，不穿道袍了，一身白衬衫和牛仔裤，看着像城里的学生。他给我拿了碗粥，灶火烧出的米发出了令人难以抗拒的香味，我也顾不得他想不想害我了，一阵狼吞虎咽。喝了一大碗粥，我放下碗，抹了抹嘴，你是来找太岁的，对吧？道士告诉我的保命法子是没错的。天黑前用镜子照自己，可以驱散附在我身上的煞；天黑后用镜子照别人，可以看见附在他们身上的煞。虽然他救了我，但一直在附近打听太岁的下落，显然动机也不单纯。别妄想了，太岁已经被我烧了。如果你想借着他发财，已经没机会了。道士愣了愣，笑了。我的确挺喜欢钱。他笑道，不过太岁这钱我还真赚不了。传言中，一位母亲养出了太岁，复活了自己死去的女儿，于是古籍中便有了太岁能够生死人肉白骨的传言，太岁也由此价值连城。但人们都不知道的是，那母亲复活的女儿根本就不再是他女儿。人变成尸煞后，生前的理智尽数消失，那母亲最后被他复活的女儿亲手掐死，甚至他们全村都被那尸煞屠杀了。我皱眉，既然人们都不知道，那为什么你会知道？道士拍拍胸口，因为鄙人不才，正是最后收复那尸煞的人。我盯着他，极度费解。他看上去比我三哥还年轻，但他刚刚讲的不是古代的事吗？不中儿。道士挥挥手，所以太岁其实只是养煞的容器，根本无法让人复生，只能养出杀光所有人的恶鬼。我怔怔地，可是这次的8个女人分明不是这样，她们将我从火光中托举起来，是她们救了我。哦，这次的煞的确与之前不同，原因在于最后一个女人，她的妹妹是上一个被你三哥带回来的女人，她是来用自己的命为妹妹复仇的。我呆住了。那一夜，女人挣开我的手，走向后院时，嘴角是一抹淡淡的笑意。原来她早就知道自己的结局了吗？那个女人已经查清了你母亲养太岁的事，她决心化成厉鬼，让你们全家血债血偿。但她在来之前，将所有钱都捐了香火，磕了99级台阶，在佛前虔诚地求了一个愿。道士将一张带着香烛气息的纸剑放在我面前，上面女人的字迹娟秀又好看。她求的是恶人必死，善人得活，因果之外不伤无辜。有眼泪从我的眼中坠下，滴在那个善字上。她死前，你是唯一一个想救她的人，虽然未能成功，但你的善念入了因果，所以她成了煞后也不会害你，只会救你。当初第一夜，她在宅子里一直问我在哪，也是知道我是这个家唯一无辜之人，她杀错了我。我已经不想再哭，但眼泪还是不住地落下来。道士静静地等我哭完，问我你有何心愿，也许我可以满足你。我擦了擦眼泪，我想他们不而死。道士摇摇头，他们这一世的阳寿已经尽了，无法复生，但因为最后救了你，毁掉了太岁，所以积了德，已入轮回，会在下一世有善果。所以你为自己求就可以了。我想了想，我想忘记一切，重新开始。我想去很远的地方，能吃饱饭，有热水洗澡，有人爱我。道士笑了，那就如你所愿。他插着兜，准备转身离去。等等，我说，神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道士没有转身，只是丢下了2个字：季昭。很多年后，深巷的小店里，季昭敲着2郎腿，坐在柜台后，左手一瓶橘子汽水，右手一只橘色大猫。对面是个戴金丝眼镜的女生，她指着牛皮本上的相关记录，问季昭：所以那是你在山村救下的第一个小孩？她现在怎么样了？季昭吊儿郎当，那肯定是长成大美女了。金丝眼镜的女生毫不客气地给了季昭一个暴力，季昭这才捂着脑门正经下来。我把她送到了一个有钱人家，然后找朋友帮忙修改了所有相关人员的记忆，所以那个有钱人家会觉得她是亲生女儿，她的记忆里也会是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家。不过你也知道，人的身体构造是很奇怪的，在山村里经历的一切也许仍然埋在她的身体里，那些血腥的东西也许会对她今后性格的形成有种种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门外传来喊声：“季昭、小冉，赶紧出来，有新客人。”二人匆匆离去。风吹开牛皮纸的一页，那上面是相关的记录：客户姓名小草，主儿经历在八女城杀事件中逃生，成功摧毁太岁，后续成为沈家的女儿，现用名沈绵。